今天上午10点多呀，我刚准备要出门，因为有些事情要处理嘛。这迎面呢就进来了一位40岁的女士啊，说要找对象。我看了一下时间还来得及，我就跟她聊了一会儿。哎呀妈，这天聊的真的我是觉得心里堵得慌呀。女士呢是82年的啊，算下来确实不太年轻了，身高有170，这整体外形啊还是不错的。在某知名公司啊任职销售总监，年收入80多万，再加上年底分红啊，稳定在年薪100万上。他自己也是非常有气质的，会打扮自己，身材保养也特别好。他先是和我说了一下自己的情况，因为早些年啊自己在工作上面的这个野心啊比较大一些，所以一直都没有认真的去谈对象，这错过了最好的年龄啊，他自己也很后悔。他也觉得自己啊不再年轻，优势啊已经不明显了。那比起90后、00后，所以啊这择偶要求啊他也不高，只有一个，就是薪资和他持平就可以。那只要符合这个要求啊，其他的都不做要求了。我听完了我都觉得吃惊啊，他所谓的薪资持平啊，说的直白一点就是男士也要有100万年薪。在婚恋市场上很现实的一点就是啊，能有100万年薪的男人往往更加看重的是女人的情绪价值和生育价值。单从这2点，这女士现在就没有优势了。谁不想找个年轻又温柔又懂事，还能给她生个3个4个孩子来继承家产的姑娘呢？女士说呀，我也知道自己啊生育这方面是有些力不从心了，所以我愿意为了年薪100万这个需求啊去牺牲其他的需求，哪怕对方呀矮丑胖秃啊离异带娃我都接受。我听完我就感觉我那腰子疼，这么优秀的姑娘怎么脑回路就这么短呢？看不清楚吗？人家年薪100万就这一个条件就足以去挑选那些年轻优秀的了。30岁的不香吗？那25岁的不可以吗？干嘛要跟你去强强联合呢？聊着聊着啊，我也是突然想起一个男士，哎，你还别说，还真有啊！我就问他，我说有一位男士52岁，离异6年多，有一个女儿呢，刚刚结婚，那自己啊经营了一家这个钢材厂，年薪啊绝对是符合你的要求的，你愿意认识一下吗？谁知他跟我说呀，52岁这个年龄太老了一些吧，这身子一半都进了土了呀，不愿意。听完我就跟他说，姑娘，我这边年薪100万的真的是凤毛麟角，也就那么几个人啊，其他符合要求的人家都是想要30岁以内的，只有这位男士还没提年龄要求呢。你要再不认识的话，我就真的帮不到你了。最后他就很为难的告诉我呀，好吧，那认识一下看看吧。结果我联系男士之后啊，人家男士回复我说呀，40岁的年龄啊有些大了吧，自己还想要个孩子呢。另外呀，不要给他介绍工作太好的，他又不缺钱，就想找个年轻一些啊，能持家能照顾家庭的人。这个女士听完了就说了一句啊，自己老的都快要戴假牙了，还想找个年轻的，真是不害臊。接着就问我呀，那50万的年薪多吗？我说呀，有一位46岁的啊，自己做微商的，这个薪资啊确实也不错，未婚，因为之前啊在国外打工啊，这耽误了。女士一听啊是打工的，什么学历啊？我说是中专，她立马是摇头摆手啊，说那不合适。我说你不是只要符合你的要求，那其他就不做要求了吗？这听完呀，他就跟我说呀，我说的那是年薪100万呢，我既然薪资要求降低了，那其他要求啊我是要有一些的，我总不能找个工资不如我的，各方面条件还不咋地的吧？那我干嘛要结婚呢？那一瞬间啊，我真的是忍无可忍呢，我就直接怼了过去啊！既然自己有这么好的先天优势，要男人干什么？吃得好，住得好，一辈子自己过就行了。有钱老了有人照顾你，省得找男人这么费劲啊！一辆2000年的劳斯莱斯搁到现在来拍卖，买家得考虑一下是不是快报废了吧？为啥眼睛上就是抹了猪油，这么看不清呢？烦死了！今天我说的话会比较狠啊，也不太好听，但自古呀，良药苦口，忠言逆耳。这个世界上就是有那么为数不多的人，能够把什么都跟你说的很好听，哪怕你就算是做了违法犯罪的勾当，他都会说你啊，犯罪是真性情，是迫于工作压力，是敢于尝试新鲜事物，把正的能够给你说成邪的，把黑的能够说成白的。你因为年龄大被别人嫌弃，他们会说啊，别人配不上你，你长得不好看，他们会说你足够优秀，足够自主，不喜欢你的人就是不识抬举。婚姻呀，本就一地鸡毛，遇到点矛盾呢，他们就会告诉你，干嘛要委屈自己啊，要勇敢去离婚。现在的网络呀，毒鸡汤横行，真的就是一种精神鸦片。未婚的不敢结婚，结了婚的动不动就要离婚，拆散了多少家庭。有一位36岁的大龄未婚姑娘，专门花了8000多块钱的学费啊，去学习如何才能嫁给高富帅。结果人家高富帅一听啊年龄，直接把她给 pass 掉，连见面的机会都没有。那些视频啊，鼓吹着要做一个生活精致的女人，别委屈自己，什么卡里有钱车里有油，一群月薪3、4千的女人幻想着自己能过上日常阿玛尼、迪奥、香奈儿，出入日料，没事自驾游的生活。
每个月的信用卡花呗都透支了，想想都觉得可笑。那些毒鸡汤呀，只知道说人应该如何去享受生活，从来不看现实情况，哗众取宠，毫无干货。哪个女人不想全身彩色 logo， 脚下五彩祥云，走路都能走出巴黎的味道？但事实上呢，有几个女人能凭着自己的本事做到呢？我不反感女性的各种独立，事实上我很佩服那些能够自己撑起一片天的女强人。但很明显啊，这些鸡汤视频啊，它的逻辑方向是有问题的。现实世界上就是你拼尽全力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，辛苦工作，拿着几千块钱的工资，觉得自己无比委屈，也不过找了一个门当户对普通的男朋友，过着每天一地鸡毛的婚姻生活。这个世界呀，不支持随随便便年薪100万，也不支持遍地全能女战士。还有一些脑残到爆、漏洞百出、台词弱智、霸道总裁爱上笨手笨脚的实习生、高富帅拼命护住傻白甜女主的电视剧、网剧、爽文等等。男女主一路尬演，但市场却很受欢迎，有着固定的受众买单。一些普普通通的女生乐此不疲地将自己投射到女主身上，享受玛丽苏式的快感。在他们眼里，感冒了不第一时间冲到我家门口的男人，那就该分手。过节不给我发红包买礼物的男朋友啊，那都是渣男。并且在恋爱当中也会拿着男主对女主的恋爱标准去要求男友。我拜托啊，脑子清醒一点好吧？电视剧还能打上个虚构，现实生活当中，霸道总裁会看上实习生，要么是因为他的颜，要么是因为生意场上的利益关系，要么是因为他有着过人的不可替代的资本。这3条当中能占1条，你觉得你还是个普通人吗？你要有分辨的能力，哪些才是应该鼓励的。真正的三观是告诫那些来找对象的姑娘，你要坚持锻炼，不要熬夜，少生气，你就会变得漂亮。多读书，去学会理解他人，大家才会更喜欢你。而三观不正的毒鸡汤只会告诉你，你不需要做任何改变，喜欢你的自然可以接受你的一切，不喜欢你的也不值得你去改变。简直就是痴人说梦。结果你自视甚高，产生高于自己实际水平的认知，自认为自己无比优秀了，谁也看不上。说残酷一点，这些心灵鸡汤、情感短文啊，那都是对一些没脑子的、迎合了自以为优秀的人才会显得高级。凡事一定要有自我判断力，分清楚虚拟和现实，远离毒鸡汤，少看，否则你会把自己作死，你都不知道。中午左右啊，来2个姑娘来找对象，特别有意思啊，一先一后。一位呢是93年的本科，是个企业的金领，年收入在15到20万左右，身高呢有170啊，身材匀称，就特别有一种御姐范儿。这后面来的姑娘呢是96年的国企会计，年收入在8万左右，这个长相又比较清纯一点。这2人呢是差了半个点啊，先后来的。93年的姑娘呢就想找那种全款车房，年收入10万以上的。96年这个姑娘呢就想找本地有房子，可以接受贷款，年收入在8万以上，就是比她高就行。他们俩在这个选这个男士资料的时候同时看中了一位男士。这个男士是92年的身高185，自己创业做互联网工程的，年收入在20个以上至少吧，长得很斯文，戴个眼镜也是有车有房，但是房子呢是有少量的贷款。这为了避免尴尬我就去了另外一个屋去联系这个男士。那讲究这个先来后到嘛，我就先介绍了93年的这个女士，还没等说完，人男士直接拒绝了，理由是这个太优秀了，有些配不上。这介绍96年这个姑娘的时候，人家男士就说可以认识一下。然后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嘛，一家欢喜一家忧96年姑娘呢是一蹦一跳捂着嘴笑着说等待这个2人见面通知然后就走了。这个93年这个姑娘呢就坐在了椅子上低头就是跟别人聊天嘛。我寻思是不是在骂我呢？接着呢起身就把她的那个名牌包和奥迪车钥匙往我桌子上一放，双手叉腰跟我说我没有给她介绍全面，要求亲自和男士通电话。我问她，我说哪里不全呀？他说你告诉他我很优秀，也很有上进心，靠自己买的车房。那我现在是公司的这个中层管理，以后发展肯定是潜力很大的呀。这各方面的经济实力都可以和他配得上。说完他在最后还抱怨了一句凭什么不如我优秀的他愿意认识。看到姑娘这强势的样子我就表示我帮不了，我有脾气不一会儿呢就有人给他打电话他接着拿着包他就出门了。我承认这个姑娘优秀不假，社会上也有很多这样优秀的女性，她们大多数都是学历高，工作好，赚的也多，那自己买车买房。但这只是从社会劳动力市场评价一名劳动力优秀的标准，而不是婚恋市场上来评价女友或者妻子优秀的标准。劳动力市场看的是你作为员工能给公司创造的效益，而婚恋市场更注重的是你作为一个伴侣的反馈，你的外形、长相、性格、脾气等等。
你觉得很优秀的地方呢，在别人眼里啊，可能是关我屁事儿。何况很多姑娘的能力啊，也只是比普通姑娘好那么一点而已，实际上也没有高到让男人趋之若鹜的程度吧。另外啊，对于某些高要求、高条件的优质姑娘们，你扪心自问啊，你再成功、再会赚钱，可你赚的钱你会拿给男人花吗？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。有些女生啊，虽然有钱，但是她不愿意给男人花，也不愿意拿来养男人，她只要求啊，男性比她更加有钱才能够配得上。所以啊，有钱的是你自己的事儿，是利己而不是利他，并不是普通的姑娘就可以找到好对象，而是她们知道自己不够优秀，更加的谦虚低调、温柔、包容力强，那更加去崇拜对方，在婚恋当中不摆架子。反观有些优质女生的态度啊，总是很高冷、很傲慢，好像别人该你300万，你来要债是怎么地？哪个男人能受得了呢？这就是为什么在婚恋市场上，明明一些条件普通的姑娘，却总是比那些条件优秀的姑娘们嫁得要好。